北非努米亚共和国爆发战乱，境内人员大量滞留。中国外交部接党中央和国务院指示，第一时间展开了撤侨行动，全力保护同胞们不受战火侵害。正是农历大年初一，最后一架撤侨专机在莱普提斯机场关闭前抵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领事宗大伟正全力协助驻努米亚共和国大使馆的张宁等人，共同完成撤侨任务。最后一架撤侨专机顺利起飞，原计划随专机往返的宗大伟和外交部新闻司新人程朗，因飞机满员暂留努米亚。张宁带着宗大伟一行人返回驻努米亚大使馆，街道站满了端着枪的努米亚政府军，正在逐一排查路过的车辆。年轻的程朗面露紧张，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摄像机留下影视资料，结果很快就被发现。一行4人被带走扣押。政务参赞严行周正努力和对方长官交涉，宗大伟却另辟蹊径，以司机工资掏腰包交了罚款。正准备离开时，巨大的爆炸声响起，街面瞬间被浓烟笼罩。宗大伟几人从地上爬了起来，眼前景象堪比炼狱，哀嚎之声不绝于耳，血腥味充斥着鼻腔。张宁带着几人快速离开，穿过几条街区，终于回到了大使馆。门外就是暴乱的街道，大使馆内成了唯一不受战火侵扰的净土。宗大伟处理完伤口，给妻子月儿打去视频。月儿临盆在即，一直对丈夫的工作不太满意，埋怨他顾不上家里，还常常在各个战乱国家涉险。宗大伟只得谎称自己正在中东，这里的人民都十分热情。两人又谈到了辞职问题。宗大伟认为世界总会越来越好。月儿叹了口气，挂断了视频。眼下的形势大大增加了撤侨行动的难度。严行周组织召开了研究会议，东部海路的撤离通道已经开辟，大量驻努米亚的中国公司正在赶往图尔纳港口。然而在努米亚西部的努突边境，还有1000同胞滞留，他们的工地遭遇了几轮洗劫，大部分人护照丢失，被困在了工厂。此时大使馆事务繁杂，无人可派，只有张宁一人显然无法稳住局面。程朗主动申请随行，宗大伟认为他既不会阿语，也没经历过战场环境，恐怕不适合这次行动。会议结束后，几人回到宿舍。宗大伟不希望年轻的程朗涉险，明明是好心，但脱口而出的话多少沾点阴阳怪气。程朗反驳，既然宗大伟什么都懂，为什么不去？宗大伟不是什么胆小怕事的人，这些年他经历的比别人一辈子的都凶险，只是有了家室又老来得子，大家都能理解。张宁见火药味有些重，急忙从中调停，转移话题说妻子白桦正带着孩子赶往边境，等他去了就能和家人团聚。饭桌上的气氛因为张宁的话有所缓和。吃完饭，张宁准备回大使馆，门口遭遇了政府军和反叛军交火，张宁被榴弹射中脖子，最终无力回天。死亡来得太突然，前一刻还和自己谈笑风生的人，下一秒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程朗一时间难以接受，如宗大伟所说，他这辈子经历过最吓人的事都不及眼前的1%。张宁牺牲，宗大伟攥紧了他生前送给自己的平安符，接过了带队前往边境的任务。天还未大亮，一行人便整装出发，穿过戈壁抵达了边境检查站。宗大伟作为翻译和程朗面见了边境官，但对方是个油盐不进的，必须要见到护照才肯放行。1000多滞留同胞护照丢失的就有700多。宗大伟想方设法请对方通融，结果都吃了闭门羹。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边境，白桦带领的华兴公司员工也先后抵达，他自己却因为车坏在了半路，要晚些才能到。经过宗大伟的不断努力，边境官终于松了口，表示只要有临时身份证就能放行。这些临时证件上必须贴照片，许多同胞连护照都丢了，遑论照片。宗大伟是个老油条，教程朗把驾照、饭卡之类但凡有照片的都撕下来先替上，没有的就互相匀一匀，反正老外也分不清谁是谁。等宗大伟拿着厚厚一叠临时身份证找到边境官时，对方却反复刁难，宗大伟不得不一趟一趟的按照要求修改。为了尽管带人离开，宗大伟冒充和边境官同一个学校毕业的张宁的身份，希望对方能通融一下，但边境官却表示自己认识张宁。宗大伟这些花里胡哨的表演他早就看穿了，宗大伟的耐心也终于被耗尽。他坦言张宁已经去世，被这场战争牵连，无辜枉死。边境官有自己的操守，但他也有底线，那就是带同胞回家。边境官听闻张宁的死讯，深感抱歉，也终于答应让宗大伟带着人离开。大家都在庆祝终于能远离战乱回到祖国，白桦一行人却在交战区失联，一边是待产的妻子，一边是战友的家属。宗大伟脸上愁云密布，最终还是不顾劝阻，和程朗踏上了前往交战区的路。一路波折，两人抵达了交战区塞布拉塔，入目是一片战后焦土。宗大伟严肃地告诉程朗，发生危险一定要护住脸，以免回去没人认领。路两旁的政府军个个面色凝重。宗大伟和程朗下车接受检查时，再次遭遇了双方交战，一时间炮火连天，几人忙不迭躲上车，在枪林弹雨中寻找生路。天亮后，战火终于平息，宗大伟昏昏沉沉躺在地上，一个男孩在他们身上摸索着。程朗一把拽住男孩的手，宗大伟发现男孩脖子上挂着一个麻将坠子，询问他这东西从哪来。男孩说是中国人拿来和他们交换粮食的。宗大伟3人在男孩的带领下来到了中国人避难的地方，在这里他见到了白桦母女以及一批没有撤出的同胞。大家得知宗大伟身份后，全都欣喜万分，他为众人带来了回国的希望。面对同胞们眼里的希冀，
宗大伟不知道仅凭自己和程朗能否带着大家离开，更不知道如何面对白桦。一番天人交战后，他还是将张宁的死讯转达给了白桦。白桦几度哽咽，但还是强撑着忍下痛色，叮嘱宗大伟这件事不能让大家知道，否则队伍会垮。程朗统计了待撤人数，加上他们俩总共125人，其中还有11个病号，他们必须尽快联系大使馆。但如何联系外界已经是最大的难题，眼下还有更要紧的是救治伤员。宗大伟带着程朗和华兴公司的刘明辉，趁着夜色到附近寻找能用的药品和器材。塞布拉塔形势严峻，宗大伟准备带着人徒步撤离到迪拉特，那里有中资的炼油厂，被炸几率比较小，这是他们唯一的办法。与此同时，努米亚首都莱普提斯城内，愤怒的群众正在无差别攻击各国大使馆，中国大使馆也没能幸免。严行舟得知塞布拉塔的情况后，却迟迟无法和宗大伟取得联系，攻击直到凌晨才平息。驻努米亚大使吕一松来到莱普提斯指挥撤侨，此时塞布拉塔已经被反叛军攻陷，大使馆和宗大伟一行人彻底失去了联系。吕一松要求使馆调动所有资源，确定宗大伟一行人的位置。严行舟分析锁定了几个可能的目的地，并利用卫星寻找这100多人。天光微亮，宗大伟带着众人穿过废墟般的城市，一路赶往迪特拉。途中，他和程朗在是否告知众人无法联系到大使馆这一问题上有了分歧，两人的争执被刘明辉听到。就在这时，一伙武装分子袭击了队伍，宗大伟急忙用阿语说我们是中国人，对方这才没有再开枪。队伍停下整顿，刘明辉带着几个人偷偷离开，他们打算沿着铁路前往边境。宗大伟和白桦以及司机瓦迪尔准备出发寻找几人，将带队前往迪拉特的重任交给了程朗。经过昼夜跋涉，众人终于来到了迪拉特。此前，大使馆通过卫星系统发现了宗大伟给的信号，提前到达迪拉特等候。看到国旗那一刻，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也确信自己真的得救了。然后宗大伟几人的情形却不容乐观，他们找到了刘明辉一行人，却被叛军发现抓了回去。叛军首领威胁宗大伟用他的外交护照向国际社会承认他们的正当地位。宗大伟秉承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拒绝了这个提议，并表示如果他做了难以挽回的举动，中国一定会让他们血债血偿。叛军首领对此确实有所忌惮，他答应放了众人，但要留下司机瓦迪尔，除非宗大伟和自己玩一把俄罗斯轮盘赌。叛军首领拿出一个左轮手枪，卸掉子弹只留一发，他朝着自己的头开了一枪，接着把手枪递给宗大伟，示意他照做，并表示无论结果如何都会放了瓦迪尔。这无疑是让宗大伟在生与死之间做决定，他的心快要跳到嗓子眼，但又无法看着瓦迪尔去死，毕竟他刚才也冒着生命危险站出来保护了白桦。在叛军首领的倒计时快要结束时，瓦迪尔拿起左轮手枪抵在了自己头上，下一刻他就被残忍的首领射杀。众人皆是满脸惊惧，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直面杀人现场。宗大伟一行人被释放，他们在大使馆及众人离开之前成功赶到了迪拉特。对于瓦迪尔的遇难，大家都十分痛心，为他设置了简易的墓碑后便出发前往边境。就在众人通过边境时，叛军大部队赶来杀掉边境官，占领了这里。宗大伟一行人再次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叛军们将人群中的努米亚人拉了出来，白桦收养的女儿法提玛也没能幸免。宗大伟愤怒不已，叛军首领似乎十分热衷玩游戏，他再次提出用俄罗斯轮盘赌决定法提玛的去留。这次宗大伟选择了迎战，但他的运气似乎不太好，5发过后两人都没事，最后枪被递到了宗大伟手上，他似乎只剩死路一条。没有人在面对死亡时能毫无惧色，宗大伟尝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怕死是人的本能，战胜本能，保护想保护的人就是英雄。宗大伟的眼神变得坚定，他举起枪正要扣动扳机，叛军首领却拦住了他，表示认可他的勇气，现在只要宗大伟向自己下跪认错，就饶他一命。宗大伟的眼神像是要吃人，他宁愿死也不受这种侮辱，于是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结果枪里却没有子弹。看来叛军首领才是那个懦夫，他一直知道枪里只有5颗子弹。叛军下属们看向首领的眼神充满了质疑，原来他们一直拥戴的人实际上是个胆小鬼。首领的地位瞬间被动摇，他有些急了，连忙让宗大伟带着人离开，随后又不甘心地准备开黑枪。这时程朗举着摄像机大声朝叛军喊话，他正在记录这里的一切，真相永远不会被掩盖，如果不想罪行被公诸于众，就放下枪。受到鼓舞的人们纷纷拿出手机录像，叛军首领也怕被千夫所指，最终没有开枪。事实上，程朗的摄像机当时根本没有电，正是这个弥天大谎救下了众人。历经千辛万苦，宗大伟终于带着同胞们坐上了回国的飞机。万里归途，在踏上国土的那一刻，心底是无限的安宁。